命，他好像真的教会我怎么画好底妆了。有没有小姐妹平时打完底跟我一样，一碰一个指引，一碰一个指引，轻轻一抓一个抓痕，甚至好多姐妹你在外面电话都不敢这样接，打个电话，好家伙，给手机也化了一个妆，戴个口罩蹭口罩，衣服衣领上全都是包了浆的粉底液，有没有？你的粉底是浮在表面上的，一点都扒不牢脸，这种情况就叫浮粉。就这样的化妆，完全就是因为你日常的错误化妆方式导致的无效化妆。如果说你把妆化成这样子，咱们真的没有必要定妆，你定的妆会更浮粉、更斑驳，更不要说化彩妆了。就我们化妆啊，总有一种不精致的廉价感，我就开始卸妆了。平时你们化妆都这样错误操作是吗？我今天教你们从洗完脸之后，第一步开始画出一个好看的妆容。无论是淡妆、浓妆，第一件事情总要补水吧。把你自己家里的水拿出来，别着急上脸啊，自己去揉一揉，去捏一捏。有没有发现咋这么黏呢？油先拍一拍，好家伙，还能拉丝。为啥黏？营养成分太多了，卡博木、六胜肽、还原胶、大分子胶，这些东西对皮肤好，有营养。但我们专业化妆师都叫它增稠剂啊。只要你们化妆前用了这种黏黏的水，你的皮肤跟底妆中间是隔了一层膜的，它会打滑、搓泥、扒不牢。所以正确化妆第一步，家里所有的水先不要用，我教你一个既不脱妆又不卡粉的补水方法。用啥？用喷雾啊！把你自己家里的喷雾拿出来，对着脸喷，喷个3到5遍。皮肤干的小姐妹跟着我啊，多喷几遍。这种小分子喷雾本身就没啥营养，很好被皮肤吸收。喷完之后，看好手法来了，抹开，抹开，抹开，按压吸收。好了，化妆第一步搞定，咱们就开始来到化妆第二步了。喷雾喷完以后，脸上是迅速喝饱水的，但是你的毛孔是增大的，它会蒸发水分，所以化妆第二步我们要学会锁水。我先问一下，有多少姐妹平时你们锁水会用乳液、精华、面霜？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今天化妆前用了这些东西，你的底妆肯定容易出现搓泥起泥卡粉。为啥呢？你觉得咱们刚刚涂的这个水更粘稠，还是我现在要涂的乳液、精华、面霜更粘稠？化妆前几分钟连水都吸收不了，更何况是乳液、精华、面霜呢？做个实验，同一瓶粉底液下面没有涂各种水乳，你会发现无论是你家里80块钱的粉底液还是800块钱的粉底液，你看人家本身自带抓取力、粘附力，扒皮肤扒的挺牢的，可是你偏偏要在粉底液下叠加什么乳液、精华、面霜，滑溜溜的，打滑不？搓泥不？吸收不了，掉不掉妆？乳液、精华、面霜都挺好挺贵的，放在平时晚间护肤的时候去用。那我们专业化妆师在化妆第二步怎么做到锁水保湿呢？都用到一个小神器，我不知道这个东东有没有姐妹知道？咱们化妆界已经用了20-30年了，都是用在化妆第二步。它在瓶子里是啫喱质地的，但是它遇到我们的手部温度1秒化水，质地非常清爽啊，它是可以快速以水锁水。说白了，就是因为里面没有一滴油，所以可以让你的皮肤补水保湿的同时，不会让你的底妆搓泥起泥卡粉。然后没啥手法，你可以全脸抹开，也可以打圈圈，也可以按压。大家不要把化妆显得太复杂，有的时候无招胜有招，但有一点要注意，眼睛周围也要涂上，代替我们自己家里的眼霜。甘油甘油甘油，还挺多姐妹知道的。再跟你们分享一个化妆第二步重点，无论你涂了啥，永远都是拔干、卡粉、起皮，一笑法令纹都裂开。有这种困扰的姐妹来扣1，我教你用甘油解决这个问题。滴个1到2滴，不要贪多啊。借用你的美容纸打圈揉它，一定要记得啊，给它彻底水化开来。眼睛这额拔干画西湖去揉眼睛，鼻翼这额卡纹卡粉揉鼻翼，下巴有疙疙瘩瘩黑头粉刺的姐妹听我的，使劲揉它。甘油可以在你按摩过程中快速软化你的肺老角质层，揉出脏脏的东西。不要害怕，我要恭喜你毛孔变干净了。这个时候你拿一个干净的纸巾把脏东西擦掉，再来上一点甘油。好了，化妆第二步补水保湿讲完，咱们就开始来到化妆第3步，妆前护肤最后一步，最重要的一步。坚持做好这一步，至少比同龄人年轻个3到5岁，叫涂防晒。接下来我教你们怎么去选择适合化妆前的防晒质地。第一种是这样的，挤在手上不怎么流动的，扣1。第二种是这样的，挤下流动性非常好，来扣个2。这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防晒质地，化妆前防晒选错了也白搭。扣了1的小姐妹，恭喜你们中奖了。1这个防晒是一个油性防晒，
不太适合你们在化妆前用的，它会让你的底妆搓泥起泥卡粉闷痘长闭口，顶多涂在身体上，你不要涂在脸上啊。这种流动性很好的防晒，它有一个名字叫水感防晒，因为它里面没有加一滴油，所以十分适合我们在化妆前用。它不会让你的底妆搓泥起泥卡粉，涂再多层都不会让你闷痘长闭口。那我姐妹说美美不对呀，我的防晒流动性贼拉好啊，我出门还是照样晒黑长斑啊。你有没有想过是你涂抹防晒的手法错误？我问一下啊，有多少姐妹是这样子打圈圈涂防晒的？大家听好了。防晒会在我们的脸上形成一张防晒膜，你一直打圈圈会破坏上一秒刚形成的防晒膜，紫外线穿透过这个膜到了脸上，好家伙，你想不晒黑长斑都难。跟我学正确涂抹防晒的手法啊！第一个动作，一个防晒抹开，不要来回撤，让它快速成膜，且眼睛周围要涂上。人老眼先衰，这一块肌肤最容易长细纹斑点，先涂。涂了防晒之后，不熏不辣眼睛，证明你的防晒霜没有酒精、香精、防腐剂，很安全。第二个动作，按压吸收，差不多等个30秒，让它快速成膜，搞定。学会扣会，咱们就快速来到化妆第4步，涂隔离这一步了。帮你们隐形毛孔、遮红丝丝，打造出妈生好皮的即视感，都在涂隔离这一步啊。我就这样说吧，要化彩妆的姐妹一定要涂隔离，你不化彩妆不涂隔离没有关系，它不会隔离油烟啊，这些没有这么夸张啊。这是隔离霜第一个作用。接下来我跟你们分享隔离霜第二个作用，怎么去统一均匀肤色。不要用手上抓，手有温度会浮粉，你准备一个不吃粉的粉扑，全程干用。对，干粉扑，吸走你脸部油脂的同时，干粉扑拍出来的整个肌肤没有任何妆感。好，毛孔粗大有红丝丝的姐妹还在吗？教你在涂隔离这一步怎么去隐形毛孔、遮红丝丝，帮你省钱。很多博主这一步让你们隐形毛孔高，你听我的，选择同款养肤型的肤色的养肤型隔离霜。比方说 BE 这款呢，不是有红丝丝、毛孔粗大吗？点涂。脸颊毛孔粗大，点涂。好，注意看好手法，打轻揉。它这不是揉1-2秒啊，揉个10秒钟、20秒，目的是把养肤型隔离霜揉进毛孔里。揉过的地方，姐妹们，你们不用担心会不会堵塞毛孔啊。你有没有发现我额头隔离慢慢被皮肤吸收了，渗透到毛孔里了？它就是敷品，你到这一步为止都不用卸妆啊，听我的话揉。然后揉过的地方注意看好手法，千万不要拍。拿出刚刚不吃粉的粉扑，按压。防晒已经成膜了，不用担心防晒膜会不会破坏掉哈，按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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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搞定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多加1分钟时间，我要教你定妆了，让你持妆一整天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我脸上没有任何厚重浮粉感，手上没有任何多余的粉，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手指印，画了像没画一样，但皮肤真的变好了哈。好，继续往下走，来到我们的精致淡妆第5步，妆前乳定妆环节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明星的妆容没打啥过分的高光阴影，立体感好强啊？人家是局部点涂妆前乳的，截个图涂抹妆前乳的位置，颧骨以外这一块轮廓不要涂它，眼皮上不要涂，不然你会变肿眼泡。鼻翼两边不要涂，鼻梁中间涂一点点，这是我们涂抹妆前乳的位置。然后再拿出一个粉底刷均匀刷开，因为妆前乳它里面加了珍珠粉跟贝壳粉，不是你们用手或者用粉扑能推开的。拿出一个粉底刷均匀刷开。刚刚看我上了隔离，现在又看我上妆前乳。有没有新手姐妹是担心我涂了这么多层会厚的？你们不用担心会不会厚，我只能说化妆看结果，变美关注我。我可以说我涂了这么多层，都比很多姐妹涂了2-3层的姐妹都薄。因为正确的化妆手法、正确的化妆工具、正确的化妆产品，涂出来是真的不会厚的。不信的话，我等下凑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不用担心会不会厚啊！我凑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吧。直播间无美颜无滤镜啊，凑近看一下。有没有发现我现在面中轮廓是自然亮的？很多新手小白，你以为妆前乳是水乳哦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水乳它里面加的是乳木果油氧化铁，它会让你的底妆很厚重，泛油光，搓泥起泥卡粉。妆前乳里面加的是珍珠粉跟贝壳粉，它会让你的面中轮廓泛着很高级的珠光感，不是油光感，而且只涂面中轮廓，现在给你们打了个液体高光。好，交作业了，用手拍，先防晒后隔离哈。哇，我头都拍晕了，来，我脸都拍红了，但是我隔了一根妆前乳是不是纹丝不动？有没有发现？现在给你们定妆了，淡妆到这一步结束了，不用再定妆了，我帮你省钱，除非是油漏肌再加一个散粉定妆，然后平时要伪素颜出门再涂个唇膏，不要涂口红啊，涂口红就感觉化了个妆，很吃亏的，涂个唇膏。最好是能够在嘴巴上温感变色的唇膏，能够遮盖你的污唇跟深唇。
接着往下走，叫遮瑕了。我要把你脸上的瑕疵大面积遮住，我下一步打底只要薄薄上一层，会上得很清透，知道吗？所以遮瑕这一步极其重要啊，你们认真听课啊。我脸上长出这么多瑕疵，怎么把它遮干净？首先工具要选对，不要用遮瑕液。遮瑕液又细薄又轻，遮不住这种带有色层的瑕疵的，选择遮瑕膏。不要去买5颜6色遮瑕膏，人家专业化妆是拿来调色用的，你们不会调色的。你听我的，选择2到3个颜色精华类型多的遮瑕膏就好了。家里有2到3个颜色的遮瑕膏，拿出来跟我学手法，用之前指腹打圈揉它。这个动作叫激活，揉完之后全是精华，不灵不灵的。拿出专业遮瑕工具遮瑕刷，搓一下遮瑕膏的一浅一深2个颜色，找个地方蹭一蹭，让双毛上颜色更均匀。好，开始遮。有斑点、痘印、痘痘的姐妹还在吗？我先教你们怎么遮。2个注意点，第一个注意点，手法是垂直点搓；第二个注意点，力道要轻，不要重，太重反而都是刷痕，它遮不住的，力道要轻。你们会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啊，咱们遮过瑕的地方就像补丁一样，比周围的肤色深了，是不是？正常的。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专业真正能遮住瑕疵的遮瑕膏颜色就属于偏深的。咱们夏天穿 T 恤不？你白色 T 恤里面穿一个黑色打底，黑色是不是印出来？为啥？浅色盖不住深色，所以专业真正能遮住瑕疵的遮瑕膏颜色就属于偏深的。不用担心偏深怎么办？我下一步打底会教你们怎么去统一均匀肤色啊。好。再拿出我们的手指，四周肤色压实，过渡一下。好，搞定。你看，我这遮瑕不就扒得很牢吗？接着往下走啊，教一下你们眼袋、黑眼圈怎么遮。首先，眼袋是凸出来的瑕疵，我不可能做平。凸出来的瑕疵，我只能跟遮黑眼圈的手法一样，把这个颜色遮住。颜色怎么遮？你仔细观察一下你的眼袋、黑眼圈是不是发乌发青的？我刚才说过了，浅色盖不住深色，咱们只能用深色遮，知道吗？刷子搓一下遮瑕膏的一个深色，找个地方蹭一蹭，让双毛上颜色更均匀。手法垂直点搓，力道轻。其实遮瑕这步没有你们想的这么复杂，你们只要记得颜色用对，选择精华类型多的遮瑕膏，就不会让你们卡粉了。好，再拿出我们的手指，四周肤色压实过渡。好，搞定，交作业了。凑近看一下。有没有发现我的遮瑕膏扒得很牢，不卡粉不厚重啊？就你要选择精华类型多的遮瑕膏，不会让你卡粉厚重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我教一下你们法令纹泪沟怎么遮。首先，法令纹跟泪沟不是一条线，不要遮一条线，不然会越遮越卡粉的。法令纹跟泪沟本身形成了一个凹陷区，我们要把凹陷区找出来，给它提亮。怎么找到这个凹陷区呢？很简单，假设你是我的镜子，对着镜子低头。能不能看到两边凹进去的这个三角阴影区？把这个凹陷的三角阴影区找出来，拿出刷子沾一遮瑕膏的浅色。大家注意了，只要浅色不要深色，找个地方蹭一蹭，让双毛上颜色更均匀。手法垂直点搓，力道轻。法令纹跟泪沟我要先讲一下啊，它是凹陷的瑕疵，我不可能做平，我只能给你们做淡化。好，再拿出手指，四周肤色压实。好，交作业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发现这边的法令纹凹陷的地方用浅色提亮喷起来了？这边还有阴影，阴影会比较明显，这边淡了。那这边是不是用浅色提亮喷起来？但这边是还有阴影，能看得出来吧？我给你们总结一下笔记啊，遮瑕膏用之前一定要记得指腹打圈揉它，这个动作要激活。然后法令纹、泪沟、痘坑、凹陷的瑕疵用浅色提亮，斑点、痘印、疤痕一深一浅调和。眼袋、黑眼圈要遮瑕膏的深色遮，能懂吗？你看我现在脸上的瑕疵线大面积遮住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下一步打底只要薄薄上一层，会上得很清透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个打底手法，叫底妆3明治打底手法，很适合你们对底妆要求很高的，需要持妆一整天的朝九晚九的上班族，让你持妆一整天，很容易出油出汗的姐妹，我让你狂出油、狂爆汗，不会晕妆。底妆3明治用到东西有3样啊，第一样东西定妆喷雾。第二样东西，干干的粉扑重复利用。第三样东西，家里的粉底膏或粉底霜。这3样东西缺一不可啊！我们直接开始了。好，首先拿出定妆喷雾对着脸，一边脸喷3遍，一边脸喷3遍，粉扑上喷5遍啊，1、2、3洗够。好，这个时候粉扑去取粉，粉膏用之前一定要激活，怎么激活？2号链接妆前乳提亮液，挤1颗黄豆粒亮进去，不要多啊，用你的指腹打圈揉它激活。知道它呈现什么状态证明它激活成功呢？就好像巧克力融化掉一样，很丝滑的奶油质地证明它激活成功了。那这种状态你看，证明它激活成功了。粉扑器按一下就够了，粉膏很省的，你按一下可以打整一张脸啊。这盒粉膏够你用1年多啊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步请听好，
如果说你是用粉底霜、粉底液的姐妹请听好，粉底霜、粉底液里面也加双前乳，平铺在手背上，粉扑滚衬取粉，其他手法都一样。如果说你是用 BB 霜气垫的姐妹请听好， BB 霜气垫不持妆不遮瑕，外出补妆的时候用，在家里打底千万不要用 BB 霜气垫，你出门2-3个小时底妆消失了，能懂？粉扑上的粉质不均匀啊，早开始拍，给它拍打均匀，拍开之后开始上妆。我问一下啊，咱们直播间打个底直接出门不会化彩妆的姐妹多吗？扣1，多的话再给你们分享一个打底手法，叫轮廓打法。咱们刚刚不是面周轮廓涂了妆前乳吗？本身面周轮廓就自然亮了，你再加上我这个轮廓打法，脸会缩小1圈，都不用打高光阴影了哈。轮廓打法怎么打？从外轮廓开始打，慢慢往里推，使用的手法是拍，借用手腕的巧力拍。不要听到我用什么粉底膏、粉底霜，担心它会厚啊。粉底膏、粉底霜60%是精华，精华越多，粉质越细腻，打出来的底妆不会厚。而且我刚刚不是用了定妆喷雾吗？它在我们整一个底妆环节里面特别重要，它的作用相当于是一个胶水，把粉底牢牢粘在脸上，扒得很牢。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定妆成膜剂，定完妆以后可以锁色锁妆，让你的底妆更加持久。我去年夏天很多姐妹是按照我这个方法狂爆汗没有晕妆，这个小神器是让你持妆一整天的秘诀，防止你出油出汗晕妆。刚才外轮廓是拍的，内轮廓包括遮过瑕的地方千万不要拍，内轮廓包括遮过瑕的地方粉扑对折点压。粉扑上的余粉，眼皮上呢咱们薄薄上一层，眼皮上的粉质不要上太厚，不然你的整一个妆容会显得很假白很厚重，咱们薄薄上一层就够了哈。好，最后再拿出定妆喷雾对着脸，一边脸喷3遍，一边脸喷3遍，搞定。很多姐妹担心粉底膏会厚啊，但我是直播，我做不了弊的。你是不是肉眼看到我粉扑上就薄薄上了一层？我可以说我这个底妆的轻透感比你们上了一层的气垫还要薄，很薄的。而且我的皮肤在反光，在发光，真的在发光，好像带了一个就是美颜灯一样。那明星的奶油肌、水光肌的质感立马来了，好像剥了个鸡蛋壳一样，是不是绝了？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来到头顶上，完美底妆做好，不用散粉定妆了。你们把自己家里的散粉拿出来，首先工具选对很重要啊，不要用散粉里面自带的粉扑，粉扑都是绵柔柔的，像毛巾一样，抓取力太强了，它容易把你底下的遮瑕膏、粉底液全都沾走，不要用粉扑啊。准备一个散粉刷，家里有散粉刷的姐妹拿出来跟我学手法啊。散粉刷滚衬取粉，取完粉之后看好手法啊，来拍，不要一用到刷子习惯性的划它蹭它，轻轻点拍就够了，知道吧？拍。可能有姐妹会说，美美，我刚才不是用了定妆喷雾吗？为什么还要用散粉定妆？大家听好了，定妆喷雾的作用，它是为了防止你内部原因晕妆，比方说出油出汗晕妆，而且我的底妆3品质里面它缺一不可。那定妆散粉的作用，它是为了防止你外部原因晕妆，比方说戴口罩、接电话把它蹭掉，以及让我后期的彩妆更好着色。而且你夏天脸上油油的、黏黏的不舒服的，你用了散粉定妆之后，脸上清爽一点、舒服一点哈。好，再拿出粉扑。粉扑定妆是有优点的，因为它定的很结实，你可以拿它来定出油出汗厉害的地方。缺点就是因为定的太结实了，容易把你底下的遮瑕全都沾走，所以粉扑定妆只能定 T 区按压。我们刚才打底是点压，现在是按压，力道是不是不一样？有的时候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认真听课，按压。眼睛眉毛也按一下，让它更好着色啊。好，等一下画野生眉都会教到哈。好，搞定。看一下，有没有发现我这半边脸好像柔雾哑光，开了个柔光滤镜一样，毛孔也隐形了。然后你喜欢有光泽感的姐妹，咱们照样有光泽感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阳光下照样是亮的、润的、有光泽的，绝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下走了啊。下一步呢，来到我们的一个彩妆环节了。好了，姐妹们，接下来我教你们一个1分钟快速出门的一个彩妆啊，用一个腮红画出一个腮容。首先3分3腮红的第一笔很关键，鼻翼沿长线往上这个区域，外眼角的垂直线这个交叉点是咱们上的第一笔，腮红不要上到下面去，不然你的脸会耷拉下来，上到这里上，在这个位置垂直点戳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是长脸型还是圆方脸？长脸型跟圆方脸腮红上的第二笔落笔数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说你是长脸型，想办法缩短中庭，所以上腮红的第二笔是横着打，横条纹显宽，你的脸就没有这么长了。如果说你是圆方脸，咱们上腮红的第二笔竖着打，竖条纹显瘦，
但咱们不可能穿过眼皮竖着打吧，这得多快呀！我们只能避开眼四周斜上方45度竖着打腮红。好，接下来咱们用一个腮红画出一个妆容，腮红刷沾取腮红，鼻头这一块蹭一蹭。好，下巴这一块过渡一下，你的整一个妆容会变得更加和谐统一，有没有发现？来，咬肌大菱形脸国字脸来扣一，教你们怎么修饰咬肌。首先，你咬肌大菱形脸国字脸的小姐妹，你的腮红颜色很关键，不要太亮，膨胀色它画上去会更喷更重，你要选择收缩色。什么是收缩色？很简单，教你一个小秘诀。很多博主告诉你收缩色，收缩色，你可能听得云里雾里的。很简单啊，你把你的手擦干净，放在腮红面前，偏你人体肉色系的颜色就收缩色，它会把你放大的地方缩回来，能懂？能懂扣一。好，选择收缩色腮红，沿着这条线叫少女线往面中轮廓划拉。它这个颜色是超自然的裸粉色，它就好像我们平时跑步流汗脸透出来的粉，害羞脸透出来的粉，喝了点小酒温馨色，它不会红。你有没有发现它画上去？你看我咬肌，我这边用它修容了，它不会让你画上去像红屁股一样，不会红，不会显脏，哎，很自然的修饰进去了。超自然的裸粉色，用它修容没有问题。来，单眼皮肿眼泡内双扣一，包括早上起来眼睛水肿的姐妹扣一，包括不会画眼妆，一画眼妆就结块的姐妹扣一，教你怎么画眼妆。单眼皮肿眼泡，你们选择的眼影颜色不要太亮，膨胀色画上去它会更喷更重，你要选择收缩色，用这个刷子沾取收缩色腮红，沿着眼窝处就这样划拉。很适合你们手长短，左右眼对比一下，这边消肿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1分钟快速出门的彩妆，用一个腮红去画腮红，去画眼妆，去修容，画一个妆容。有需要的姐妹自己去拍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眉毛了。首先呢，眉毛很简单，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你们的一个眉毛先，它就分为2块，一块是眉尾，一块是眉头。眉尾是平行的直线，是不是？眉头是斜直线，慢慢往旁边倒。我给你们画的仔细一点啊，你们看一下。眉头斜直线，斜直线，眉尾平行直线，平行直线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眉毛了。首先呢，把眉毛的形状找到哈，眉头第一延长线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眉头的位置，眉峰鼻翼连接我们的黑眼球的外方延长线是眉峰的位置，眉尾鼻翼连接我们的外眼角的延长线是眉尾的位置。好，3点一线，我们现在开始画。首先从我们的眉峰连接眉尾，咱们去画一条直线，直线怎么会画啊？画一条直线啊。好，就画一条直线，沿着这一条直线往前画平行直线，直线总会画吧？画平行直线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眉尾，搞定了，看到了吧？好，眉头是斜直线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一条线往上画，慢慢往旁边倒，中间空白区域茶漏补缺给它填上。好，用我们这个眉笔的另一头刷子跟我们自己的眉毛去刷一下，让它过渡的更加自然。好，搞定。这不就是一个野生眉的极致感立马来了？你看，很简单啊。